王大卫在北京的胡同里长大，祖上是宫里的御厨，新中国后便没落了，爷爷一手经营的饭馆也被收归国有。同住在胡同里的苏茉莉和李红兵是大卫的青梅竹马，从那个时候他就满心满眼都是苏茉莉。大卫打小就一副好心眼的面相，李红兵被小混混绒毛欺负，他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，只是默默在书包里装了块板砖。时值美国访华，大卫所在的学校被外国人参观，小年纪的他一颗红心向着党，对于这些金发碧眼的老外更是不假辞色。为首的女人问胖嘟嘟的大卫今年几岁，他一言不发地盯着桌子。女人又接着问大卫书包里都装了什么，他看了看一旁的老师和校长，皱着眉拿出书包，把板砖拍在了课桌上。在场的人面面相觑，负责翻译的老师连忙解释说这只是个玩具。女人继续询问这玩具怎么玩，大卫二话不说一砖头拍在自己脑门上。孩子傻，但孩子力气大。后来大卫拿着这个板砖去找绒毛，结果喜提另一个大包。大卫回到家，一股蛋炒饭的香气勾起了他的馋虫。这蛋炒饭家里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吃，这次因为哥哥要离家当兵，才破例多做了一次。在大卫看来，父亲做的蛋炒饭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好吃的，他每次恨不得把锅底舔干净。大卫也想学这门做蛋炒饭的手艺，可父亲却直言学手艺是要规矩的，有些事光靠脑子好使不行，还要看是不是那块料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大卫三人渐渐长大，苏茉莉出落得亭亭玉立，李红兵也长成了文质彬彬的大小伙子。大卫似乎只长了个子，人还是一副老实过头的样子。那时候中国刚刚掀起了电影院热潮，大卫三人也想办法弄来一张票。为了能一起进去，一直不太聪明的大卫想到一个聪明的办法。影院门口人很多，为了维持秩序，甚至请来了公安。大卫嘴里吐着牙膏沫往地上一躺，人群纷纷被吸引了注意力。等苏茉莉和李红兵趁机进去，大卫一咕噜爬了起来，拿出票，光明正大的走进去了影院。荧幕上放的是《庐山恋》，据说很多人都是奔着一个特殊镜头来的。在那个保守的年代，这部电影可以说十分大胆，仅仅几秒钟的接吻片段就引得众人浮想联翩。不久后是苏茉莉的生日，彼时邓丽君红遍大江南北，苏茉莉也对她的歌情有独钟。大卫神神秘秘地拿出自己录的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算是给苏茉莉的生日礼物。暖风轻拂的午后，摇曳的窗纱拨动着大卫难以言明的心绪。苏茉莉突发奇想，撕了张纸隔在之间，轻轻地吻上了大卫。大卫震惊之余只剩紧张，一口气憋得心脏生疼。好在苏茉莉及时撤开来。不多时，李红兵推门进来，他送给苏茉莉一张原装的邓丽君卡带，大卫则捡起那张印着唇印的纸，把它当成了宝贝。不久后，大卫的父亲患了喉癌，没法再继续工作，大卫便顶岗上班，进入了国营饭馆。他雄心壮志要当厨师，结果头天上班就点着了厨房。经理见状点名要老王亲自来见。老王在大卫的搀扶下揣着一条大前门来到饭馆。这些年他一直在给经理打下手，却从未正眼看过他炒菜，也没叫过他一声经理，这让经理耿耿于怀。他表示只要今天老王叫他一声经理，大卫就能留下。老王几十年没服过经理，不是因为他抖折了自己一条腿，只是他做的菜实在上不了台面。今天为了儿子，他愿意服这个软。大卫留在了饭馆，但是只能做些打扫卫生的杂活。老王也终于决定将蛋炒饭的做法交给他，但这次只做了一半他就倒下了，最后只留下一句话，嘱咐大卫做事要慢点，即使别人快，自己也要慢。之后便永远的离开了人世。还没从失去亲人的悲痛中走出，大卫又遭遇了一件大事。苏茉莉和李红兵互生情愫，两人偷尝了禁果。这件事他们没瞒着大卫，大卫说不上来心里是什么感受，只觉得有什么东西变了。不久后，大哥回到了家，短暂的团聚后，他留下当兵的抚恤金离开了家，要赶着下海潮出去打拼一番。苏茉莉找上了门，眼角还留有泪痕。李红兵辜负了他，打着奋发图强摆脱现状的旗号，撇开苏茉莉南下找机会。苏茉莉怀孕的消息成了胡同里的谈资，大卫陪着她打了胎。回来时，虚弱的苏茉莉说自己饿了，大卫扶着她进了路边的饭馆，然后二话不说抢了别人的厨房做了份蛋炒饭。这是苏茉莉吃过最好吃的蛋炒饭。不久后，她也告别了大卫，远走他乡追寻梦想。大家似乎都越走越远，越跑越快，只有大卫还停留在原地。我们的国家日新月异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，国家提倡私人承包亏损企业，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。大卫所在的国有饭馆也在其中，经理更是将此事说得天花乱坠，大家都顾虑重重，大卫却举起了手。他带着承包合同回到家，母亲见事情已成定局，索性挖出自己藏了半辈子的彩礼，一个青花的陶瓷罐子，这是老王当年给他的定物，如今为儿子换了个饭馆。大卫从早乐到晚，他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炒菜的地方，这一定是他做过最对的决定。
不久后，李红斌回到了北京，他已经娶妻，并且决定留下来帮大卫打理饭馆。大卫打算像爷爷一样做御膳，李红斌按照他的意思帮着忙里忙外，一切都按爷爷的福瑞楼来弄，取名为膳坊饭庄。等一切准备妥当后，便开了业。但是整整2个礼拜都没有客人，唯一一个还是来借厕所的。面对如此惨淡经营，李红斌提出了改行，大卫却坚持要做下去。于是李红斌便打算跑路。然而等他再次路过的时候，饭庄的生意却突然起死回生，常常是座无虚席的状态。许多外国人也慕名而来，李红斌便打消了离开的念头。后来饭庄有了名气，大卫没忘记苏茉莉的梦想，他表示只要是苏茉莉的朋友，膳坊不仅管饭还给地方排练。渐渐的，饭庄似乎变成了收容所，所有落魄却心怀理想的人来到了这儿。他们中有搞乐队的，也有搞演讲的，甚至还有漂流选手。不久后，苏茉莉带着自己的乐队回到北京找投资，大卫表示自己有钱，苏茉莉十分感激，却并没有接受。后来大哥也回来了，他春风得意，似乎混得不错，但眼下却突然有些变故。为了度过这个难关，大哥拉着大卫和苏茉莉假装富二代和女明星，成功虎的几个老板和他做成了生意，大卫则被大哥奉为了福星。再后来，大哥和一个老板去了俄罗斯，大卫依然留在北京。苏茉莉为了自己的演唱会四处奔波找投资，但老板们无外乎图的是各色。见苏茉莉受委屈，大卫拿出自己的所有，打算帮她在北京最好的地方办一场演唱会，但苏茉莉却再次不告而别。坏消息接踵而来，李红斌在2个月前骗大卫签了份担保合同，用饭庄抵押了的项目。如今项目方卷款跑路，饭庄自然也要被收走。大卫的脑子一时间无法消化这件事，生气的本应该是他，但李红斌却先一步发了火，指责大卫这样的根本不配当老板。原来他打心底里就没瞧得起过大卫。膳坊没了，母亲疾病去世，大哥回到北京，问清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找到坑了弟弟的李红斌。李红斌到现在都不觉得自己有错，甚至一句道歉都没有给大卫。大哥掏出一把枪扔在桌上，先是威胁了李红斌，随后在他面前开枪自杀。原来大哥的死是早晚的事，他在俄罗斯的生意出了问题，事情很大，他一个人扛了下来。回国后便用自己的死给李红斌一个教训。大卫成了孤家寡人，他回到被卖掉的膳坊做杂工。李红斌和苏茉莉混得风生水起，两人的身影都出现在了杂志上。大卫一辈子活得干净敞亮，在别人看来他可能是个傻子，但他一直记着老王的话，慢慢地走着自己的路。不久后，绯闻缠身的苏茉莉宣布退出娱乐圈，带着女儿回到了北京。李红斌的事业因为金融危机跌入谷底，他也背上了巨额债务，树倒猢狲散。这些年李红斌一个朋友都没有，他只能拨通大卫的电话，请他再帮自己一次。大卫纠结万分，看着3人小时候的照片，他没办法见死不救，于是便带着全部家当来赎李红斌。布袋子里的钱有零有整，凶神恶煞的债主也傻了眼，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。最后他没要钱，只是让大卫在一份卸胳膊卸腿的合同上按了手印。当晚，李红斌趁大卫睡着准备跑路，他开着车上了高架，却意外从兜里摸出一个馒头，像小时候一样。大卫把苏茉莉给他的馒头塞到了李红斌的口袋，李红斌失声痛哭。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大卫，对他最好的也是大卫。后来债主这帮人被警察抓了，那份合同自然也作了废。只是大卫的傻劲儿实在让人琢磨不透，连这种东西都敢签。再后来，李红斌托律师把膳坊买下还给了大卫，从此便销声匿迹。老王的一句话成就了大卫，他10年如一日遵循内心，在慢中寻找真谛，用30年的时间做出一碗蛋炒饭，味道甚至超越了他爷爷。这便是大名鼎鼎的菩提玉斋。蛋炒饭出了名，膳坊的分店也开到了国外。苏茉莉带着孩子回到北京，再也不离开。大卫的人生缓慢而坚定地步入正轨。